關於加康宮戰場脫糞的視頻，意外的效果還不錯。雖然視頻中各位也能看出來，其實能直接證明德川家康脫糞的內容可以說是幾乎沒有，僅僅是我個人判斷更相信這個小眾的說法。不過顯然，我也不是單純就為了看加康宮是不是脫糞而去整理這些史料的無聊的人啊，可能確實這麼無聊，但至少這次不是。反正今天的視頻是真正的整理成果，讓我們用不同的可信史料逐句連接起來，拼湊出真實的三方原之戰的故事。有時也會用來和大河劇怎麼辦家康的相關情節做對比。這裡是巫女花散里演繹日本歷史與傳奇的頻道，記得先點讚訂閱哦。怎麼辦家康的劇情中，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的關係急劇轉折，是發生在信玄得知金川世真逃跑之後。信玄非常憤怒地寫信怒斥家康，違背了將世真的首級交給他的約定。看着這封信，家康也不得不考慮是否應該為應對武田軍的入侵做準備了。是一個武田和德川聯手滅了金川家，但是最後德川家康不忍心殺死如兄长般的金川世真的故事。不過山河后风土記記載，其實一開始武田信玄是先向金川世真提建議，說如果世真願意讓出遠江國，信玄就會出兵進攻忘記了金川家的恩惠，轉而與宿敵織田家結盟的德川家，並且把這些三河國的城池讓給金川家。但是當時的武田信玄和織田信長已經是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互相扶持策應的關係。金川世真認為這種提案由信玄提出來實在是過於無恥，直接就給使者下了逐客令。於是信玄將外交的戰略目標轉向德川家康。山河物語記載了最終德川家康接受了武田信玄的建議，德川家將取得遠江至大井川的領地，而我將獲得骏河。就這樣，永禄11年12月，武田軍入侵駿河，事件文書記載，兩軍交戰很快就分出了勝負。山河物語和歷代古案也記錄了駿府被武田軍攻占，金川世真被迫撤往掛川城。而另一個方向，惠林寺文書記錄了永禄11年12月，德川家康入侵遠江，27日包圍了掛川城。武田信玄催促家康放下其他的事情，盡快親自去攻占掛川城。武田信玄之所以對金川世真的殺意如此深重，也是有原因的。我在金川家戰國社畜生存指南中也提到了，信玄下定決心背棄甲相郡三國同盟是有內部阻力的，所以在動手之前，他先將來自金川家的兒媳婦送回了駿河，並且命令反對侵略的自己的嫡长子武田義信切腹自殺，連太子都祭天了，可以說是絕無回頭可能。這個時候，信玄最擔心的就是北條家緩過氣來支援金川家。最糟糕的情況是，德川家康和北條家的接觸也達成成果。這樣的話，就變成了武田家強極環伺。因此，就信玄而言，金川世真必須死，而且是越快越好。如果是家康殺了世真，那就再好不過了。這樣的話，還能讓北條家和德川家產生裂痕。為了加速這個計劃，武田信玄在家康包圍掛川城之後，立即派遣家臣秋山信友前往建夫紮營。山河物語記載的家康並沒有屈服於這個壓力，而是直接派家臣向武田信玄抗議，說如果對方執意越過大井川的話，可能會導致雙方之前的約定作廢。於是信玄命令信友撤軍，並且向家康寫了道歉信。是不是和印象中的家康作風完全不一樣？北條氏照書狀也記載，武田信玄侵略駿河，金川家兵敗如山倒。撤退中，世真甚至沒有辦法給他的妻子準備轎子，舉家徒步逃亡。世真的妻子乃是北條氏康的女兒。世康聽到自己的女兒如此辛苦，異常的憤怒。永禄12年正月，北條氏的援軍抵達掛川城，支持金川世真。北條與武田的大軍對峙到當年4月，由於上杉謙信有了南下的動向，武田信玄先撤軍。之後，松平記和德川實記記載，家康進攻掛川城，多次激戰，雙方都無法擊敗對方。於是德川家康向金川世真提議和解，其中條件包括金川世真交出掛川城和遠江，德川家將幫助金川家恢復駿河。再然後，家中日記增補追加顯示，金川世真接受投降的結果，於5月15日離開玄川城，乘船前往駿河浦原，之後移居到北條家的領地伊豆户倉。對於德川家康放的金川世真一馬，德川實記記載，北條家很滿意，世康稱讚家康是一個有同情心的將領。但是對於武田信玄而言，就是生死攸關的背叛了。武田和德川兩家的戰爭已經不可避免。順帶一提，戰國名門金川家雖然就此失勢，但是幸存下來的金川世真之後依然過着波折連連的人生，他的家族一直延續到明治時代。在怎麼辦家康的劇中，自知決戰臨近的德川家康在濱松城密切關注武田信玄軍隊的動向。果然，信玄很快就開始進攻德川家。武田軍以每3天攻下一座城堡的速度推進，從甲府出征，僅過了20天就攻克了南攻不破的高天神城。
1個月後，兵松城就被包圍了起來。然而此時，家康所依靠的織田信長也正在與前景朝昌的聯軍交戰，幾乎無法期待援軍。家康秘密召集信長商討今後的對策，雙方達成共識，只要能隴城堅持1個月，到時候結束了與前景朝昌勢力戰鬥的織田軍主力就能趕來支援。而且守護岡崎城的家康的長子松平信康也將帶着3000名士兵出擊，切斷武田軍的退路。這時再由家康率領德川軍發動總攻，可以一舉給武田信玄造成巨大打擊。兩人就約定了這樣的行動方向。然後在兵松城與武田軍對峙的家康臨時決定利用武田軍的布陣失誤，試圖從城中出擊，繞後攻擊武田軍，結果是中了信玄的誘敵之策，慘敗而歸。現存的史料很難明確地知道雙方的兵力。按照《山河物語》的話，是德川家在一連串戰敗損兵折將之後，迎來了三方原之戰。此時武田軍約為3萬人，德川軍11000人。而武田信玄寫給朝倉義景的信中顯示，織田信長當時還派了3000援軍給家康。現在一般的理解是，德川軍11000人，包括了信長的援軍。不過還完全沒有定論，織田軍的援軍是否真的是3000人也不好說。很多人考證過，實際援軍應該遠遠不止3000。武德大成記記錄，10月10日，武田軍入侵遠江，並且進駐犬居城。甲陽軍艦和松平記也記載了，在征服遠江的過程中，武田信玄是用的德川家降將天野藤秀做向導，並且向三轮元智許諾領地，爭取對方進攻二餘城。但是三輪元智的戰果並不佳。在另一邊，兵松玉在城記記載，德川家康在高天神城和飯田城等據點接連被攻陷之後，為了遏制武田軍的進攻勢頭，派遣軍隊前往山野迎戰。然而一觸即潰，敗局已定的德川軍為了順利撤退，先縱火焚燒了小鎮建富。不過城代家文書則是記錄，建富的居民為了幫助德川軍逃脫，而自己縱火焚城。再然後，寬永朱家系圖傳記錄，德川軍在撤往兵松城的途中被武田軍追上，雙方在伊岩坂展開了激戰。伊岩坂之戰的具體日期目前尚不清楚，一般推測是發生在10月中旬。由於很多史料中三方原之戰和伊岩坂之戰的記錄交叉混亂，使得現在人們對伊岩坂之戰的認識也很模糊。在甲陽軍艦記錄的此次戰役中，可以明確的是，當時本多忠勝擔任殿軍，他放火焚燒民宅，依靠火災產生的煙霧做掩護，讓自己的軍隊成功撤退。此舉讓武田軍眾將領驚嘆於他的領兵才能。武田軍中稱讚本多忠勝，堪稱超越了德川家康的將才。同月18日，信玄軍再次與家康軍交戰。上杉謙信寫給和田常親的信中，對此時的武田信玄評論道：“信玄現在就像把手伸進了蜂巢裡尋求蜂蜜，結果必然是徒勞無功。明年春天我來教教他該怎麼作戰，到時候好好讓他出一身汗。”而如果要準確確定時間錨點，作為當事人留下的三縣蒼井書狀寫中有明確的記錄。11月27日，他帶隊支援馬場幸村進攻二餘城的行動。《山河物語》記錄二餘城之戰，說二餘城被懸崖絕壁環繞，又有高高的土原保護，西邊是天龍川，東邊有二餘川，這是一個天然的易守難攻的地區。三縣蒼井和馬場幸村於是也不打算一舉攻破這座城，而是採取了在河流上游修建堤壩，切斷城內水源的戰術。12月19日，城主中根正照投降。二餘城陷落，這導致遠江地士們紛紛從德川陣營投降到武田陣營。信長公記也記錄了12月下旬，信長得知二餘城被武田軍包圍的消息之後，派遣以佐久間信勝、平手繁秀和水野信元為大將的援軍，結果沒有趕上。之後按照當代記記載，攻占二餘城之後，信玄花了一點時間修復這座城堡，22日將軍隊推進至三方原。再然後，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樣。怎麼辦？家康中的三方原之戰起因可能是真的。《山河物語》中就記錄了，原本打算採取守城戰的家康，在看見武田軍經過兵松城下時，說道：“有這麼多敵軍要闖過我的居城後門，我怎麼可以窩在家裡不出去教訓他們？”眾將領極力勸阻，但是家康執意強行出擊。後世的很多小說戲劇都在這個記錄的基礎上改編，所以在這一段怎麼辦？家康的處理我還真不覺得有多大的問題。除了這個德川家的正史記錄，還有很多可信史料記錄了德川家康這次是力排眾議強行出擊。比如洛稅集在這裡的記錄就說，織田信長讓援軍大將給德川家康傳話，無論武田信玄如何挑戰都不要應戰，先全力防守1個月。然後武田軍路過兵松城下時，織田軍的3名大將極力阻止家康出戰，但是家康不聽。而武德大成記的記錄則更直接，說織田信長派遣援軍時，不僅要求大將傳話給德川家康不要應戰，
還下命令，如果家康一定要出擊的話，你們必須攔住他。《山河物語》裡面則記錄說，德川軍出去偵察的鳥居四郎左衛門看到武田軍的陣型，回來建議家康不要現在和武田軍作戰。結果家康聽後勃然大怒，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執。這些記錄如果都是真的話，那就是德川家的諸將領和家臣忍者，還有織田信長和織田援軍的諸將領都阻止德川家康出擊，但是他就是強行上了，那只能说家康自己屁股癢了唄。不過德川家康可能也有不得不拼命的理由，《信長公記》中也寫下了，武田軍攻陷二餘城後，打算繼續向枯江城進攻。為了阻止武田軍順利拿下枯江城，家康出戰阻止他們的行軍。當代記也說，德川軍派人偵察前往三方原的武田軍時被追上，偵察部隊與武田軍發生了小規模衝突，家康為了營救家臣強行出擊，意外引發了大規模戰鬥。總的來說，我覺得這些記錄並不矛盾，所以我個人認為三方原之戰可能並不是現在通說中的武田信玄成功勾引德川家康出城作戰，而是一場偶然戰鬥。武田軍是有別的戰術目標路過冰松城附近，家康為了救援友軍力排眾議強行出戰，本來戰術目標也不是要引發一場大戰，結果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吃了個大敗仗，被打得屁滾尿流。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關注啊，我們下期再見。